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搞不懂的春日。哦，最近真的变很热对啊，而且我觉得搞不懂的点是我永远都不太清楚季节的分配，它到底是几月几号？以前只会说，以前只会说秋天有秋老虎，我觉得春天也有春老虎。春老虎怎么样的春老虎？就是一个最近热到一个快要30度、破30度的概念。可是听说气象署又说什么？周末要变天，要变寒流。对，虽然说不到好，应该是不到10度11，应该是没有这么多，就是寒流等级的冷气团。真的，就是一个我想说，原本想说冬衣要收起来，冬被也要拿去晒了，你知道？结果他说还有寒流，害我不敢收因为以前那种爸爸妈妈不是都说那个有关于什么清明节后吗？还是端午后才可以收冬被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气候很奇怪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天气到底是凉还是冷。然后我上次也在跟别人争执夏天到底是哪几个月份，然后就是别人就说夏天是5、6、7月是夏天，那我想说那为什么暑假要放在7、8月呢？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是仲夏夜。是梦这样子吗？可能会有先王先后飞出来这样。是。但春天我觉得不止天气来，可能这个压力压力必须要被释放，剧增啦。那平常邦邦怎么抒压？平常我最近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如说看韩团吗？我觉得看韩团已经有一点，已经是例行公事，我不太确定还是精神食粮。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些人跟我一样，但我觉得当你喜欢上一个韩国团体的时候，对我来说，你要把你的时间去分配，你要追踪他们的最新进度啊，追踪他们的新歌啊，那其实对我来说是负担呢。我是不是有点怪？我是不是很奇怪？你是粉丝吗？我被攻击？你确定呢？就是我反而就会觉得最近他们东西太多，我缓一缓，我之后再看好了，就有心情再看。我非常喜欢那种不怎么有你是那个佛系追粉，对，然后如果他就是只出音乐，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活动的话，我其实会觉得这样才舒压，很轻松。对，我跟我的偶像之间只要靠音乐交流，我就觉得很棒，然后你就对，然后你就1年开一次演唱会，我就1年看你一次，会觉得哇这样刚刚好。如果他有太多什么节目啊什么的，虽然说很好看啦，就我偶尔也会去看，但就如果固定追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压力。那泽维尔怎么舒压？我通常是打扫家里就是一个很累。我只要应该说，我每次只要下班回家，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什么拖地用那个洗地机。你说在拖地下班？对，下班时间。为什么你不会？然后我就要用洗地机拖地，然后拖完地之后呢，快要洗澡的时候，我就会把所有的浴室全部从天花板到地板全部洗一遍。每一天吗？每一天，然后我才要洗澡。对，然后我这时候才会觉得哇，一切都清洗了。所以这样会通常花你多长时间？大概洗澡在浴室的时间就要1个多小时吧，然后加前面的洗地这样。洗地的话，大概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晚上不是要开会嘛，然后我们就会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顺便洗地这样。你就在这边讲，我是觉得开会有认真了，我开会都很认真，我觉得你这样这样才好笑。好啊，好。你毕竟我的那个 MBTI 怎样？这样想讲起来有点嘴软。ESTJ 你不要一直笑，你要对总经理人格嘛，然后一生都在追求有效率。总经理人格不是应该说什么？就是那个扫地机器人说，我现在命令你出来扫地。但是因为他有遥控所以他是可以在地板上他自己可以行动的。所以你没有亲自劳力？对，没有亲自劳力，我就坐在那个调咖，然后。所以开会是可以认真开的，只是你眼角余光可以看到。对，就是他在扫地板这样，然后我的手有时候也会动这样，因为他有两组。对，你是说你偶尔会开那个机器人，他自己弄，然后偶尔自己手动这样子？没错，就是一个舒压的概念。所以边开会边舒压。哇，你很懂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对，然后旁边就有一杯冰咖啡。晚上喝咖啡？因为我喝咖啡还是会睡着
因为咖啡因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也是啦，也是。我最近有一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好习惯，因为那时候如果在办公室的话，其实泽维尔座位坐在我旁边。是。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前一阵问你说，各位听友们，我们是同事哦，我们是同事。对，就是我捏那个泡泡纸，你会不会觉得很吵？你说捏泡泡纸？对。不会啊，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耳机就是这样戴上去之后，就如入无人之境啊，我只听得到新闻的声音。对，我只听得到新闻的声音，顶多有同事就是他喜欢那个就是聊八卦聊八卦，然后电话会就是进去办公室。对，然后我那个泡泡纸啊，所以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我整个捏上瘾，是我甚至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不环保啊，我先跟大家道歉。不会，我直接上网去订购了一大卷的泡泡纸，然后你要环臂式抱不住的泡泡纸，然后我就塞在办公桌底下，那我就连绵2公里一直捏。对，我就一直捏。哇，那会捏到无穷无尽吗？我觉得很开心，可是我会觉得捏的量太大了啊，怎么办？是不是最近压力很大？而且会捏上瘾，对，所以做节目压力很大。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哦，是。但是那个，我觉得我捏一捏，它有一个不太好的那个，就是它有点传染到其他同事。哦，有些同事也会就是偶尔留个几张，然后在自己的那个办公桌，他们偶尔也会捏一捏。哇，那以后我觉得可能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就是邀请卡里面或者是那个贺年卡里面，可以放气泡纸，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祝福，不仅防碰撞，它还可以舒压。没错，哇，拍手。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祝福，没错，很棒哎！祝你不要有压力。我觉得这就是那张卡片不是重要的，气泡纸才是最主要的礼物。对，然后可能以后气泡纸上面可以写个喜字啊，然后有一点颜色，可能那应该说它每一个凸起的泡泡上面都要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情绪，捏完那个情绪就爆掉了。哇！我们好棒哦！我们在这边然后开新创这样，可以这算新创吗？你是说什么医生什么都要治这样？我现在直接跳到那边也是可，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是，比如说你的情绪游走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就要去就是拜神嘛。对，就是在那个什么，那算是有时候要求姻缘的人就去拜月老，对，然后求学业因为毕竟我室友开始去拜月老的时候，他每天都在跟我分享一些恋爱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够了。对，他会跟月老讲的很细致嘛？就我希望我的对象好像是因为好像人家说那个你如果不跟月老讲的细一点的话，月老他会分不清楚，或者他会从其他的点他会派一大堆给你。你可能心里想说，我今天想要一个又高又帅的，就他就给你一个又高又帅，可是没有钱。什么之类的，就他会从你没有讲清楚，他会从其他的点突然攻击你。可是这个条件如果太多，也是蛮奇怪的啊。但你讲得清楚一点的话，人家也做事情也方便啊。那你要确定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对啦。但我觉得这样都是一种想象，对不对？对，但反正求个心安理得的感觉，这样吗？宝矿力水的，宝矿力水是怎么出来的啦？不知道，心安理得，完全没有合，好不好？没有合。对啦，拜神会心安理得，因为毕竟就是求得一些内心的安稳。可是听说好像在这个中国福建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统拜神的活动，对，可是好像被这个公安们给检举了，还是就是去就是实行执法了，还是干嘛的？没错，在福建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游神的，算是一个祈福的活动。然后他们会就是他们这个习俗，他们就是祈求啦，就是算是求好啊，然后求平安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场面看起来就会是很多可能踩着，我不知道那算踩高跷吗？就是神，然后这样走，然后就是踩高跷的神。或是他们踩高跷才可以演绎才可以腾云驾雾的感觉，才可以演绎那个，然后跟那个高大的感觉，他们就会这样子去做一个游行的举动，然后旁边的民众呢就会很开心啊，因为觉得喜庆嘛，然后也觉得说可能有一个平安的除岁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拿手机录啊，很开心。不过前一阵子在福建他们在办那个游神的活动的时候呢，警察却来阻拦。
为什么？这个不是传统的活动吗？你看我们台湾如果办这种游神的活动啊，因为最近那个接下来又是对，就是妈祖啊，就是那个就是各种白沙屯有没有？因为我记得我的那个老师他们很喜欢去那个白沙屯嫩丢咖，就是他很喜欢就是钻那个轿底。感觉会受到妈祖的庇荫这样，然后台湾有很多的演员，演艺圈的演员，他们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资深演员，他们都喜欢弄丢咖，就是感觉他的演艺事业会因此而顺遂，然后有很多妈祖信仰的这些就是演艺圈的伙伴，甚或是我自己的同学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是。第一个是去研究白沙屯妈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有那个信仰这样。你说他们在现场会感受到那个不一样，而且现场你刚刚说嘛，福建的警察就是要去阻止他们干嘛？就比如说聚众，他们害怕聚众嘛。可是问题是，好像在台湾的警察，因为毕竟是就是帮助维持这个秩序没错，因为那个人真的爆炸多对，就是它是一年一度神奇的演唱会的感觉，就是所以会有很多信徒信众，然后在那边。如果发生了某一些推挤事件，我讲的推挤是不小心推到，不是刻意要滋事那种，可能不小心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的情况，对。然后它旁边也会有医护站啊，所以警察会帮你引流，就比如说你真的有身体不舒服，他会协助你，就是搀扶你到那个医护站那边，所以。等于是台湾的警察很帮助人民，就是那个很和谐的画面。就是警察在台湾可能有像妈祖这种等等相关游神的活动的时候，他做的工作是负责导引跟让整件事情顺利进行。没错，就是让它完整，因为毕竟它好像要维持大概2-3个月以上的时间，其实蛮久的。就是各个县市这样。绕嘛，对啊，而且就是每个妈祖庙之间的那个，因为他们好像讲分灵仪式吧，然后所以每个妈祖的神像之间会有一些仪式的存在，所以其实非常的热闹。那我们再回归到福建的部分，既然是这么传统的游神的仪式，那怎么会警察想要来阻挡嘞？而且我觉得警察阻挡这个，我们稍后来谈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趣。然后我先回到故事好了。反正就警察阻挡当下呢，他们就是层层的警力包围人群。是完了之后，他们还派了一辆大卡车，一层一层拨开他的心，这样。对，你会发现，然后那个警察呢，好久没唱歌。然后大卡车就停在入口处，所以民众就没有办法游行。民众非常生气。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画面吗？就是他们就点燃，我猜原本应该是要拿来你说炮竹吗？对，祭祀的炮竹，他们点，那炮竹是那种6角形，然后那个长出来那种炮竹，点燃那个炮竹之后，啪，直接丢向警察啊！直接丢警察，民众直接丢警察，到底有多讨厌警察？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看我就会觉得说，哇，那不是一个共产社会吗？可是民众是整个气势一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他们被惹到。对，我是在做游神，对，我的信仰活动。可是中共不是无神论吗？没错，所以他可能想要就是检举这些东西，或者是想要执法一些事情。他不太希望所谓的信仰。不相信共产党这件事情在民间发生，你不可以去相信。他是无神论，可是他要所有的民众都信他共产党。对，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然后他炮竹丢了之后，他那个我记得我看的还有2支不同的影片，2支都丢2支大炮竹。对，炮丢了之后，他们丢的那个动作很帅，丢过去，丢完之后，然后就等一下，砰，然后警察就。炸开，在旁边的就只能四散，然后剩下可能那个不是层层围了民众吗？可能丢到后面2排的时候，后面2排警察散开，然后游神就可以顺利了吗？第一层的民众就是以一大群的民众人团去挤向那个剩下的那一层的警察，然后击倒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他们的活动。天哪！然后这一支影片呢，它就在那个网络上面发酵了之后，网友就觉得福建人啊。血性未灭，果然是福建帝国。然后我觉得我看到比较有感的是，他们说在那个北方啊，就他们我觉得很多网友是很羡慕所谓中国的南方人，他们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说，在中国的北方啊，如果你只是去祭个祖、烧个坟，你可能就进去被关个15天。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就是警察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变成中国人。回到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可能会思考，为什么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反而不是从警察为什么去管人民，而是为什么你们那边的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种感觉，就我觉得，哇，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在已经变得是我们没有办法，而且每一个地区都不太一样。对，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可能风俗民情有关系，或者是跟这个中央的距离近不近有关系，等等之类的。好像是因为你最近在那个就是各种网络上面有一个就是中国分裂邦联图有没有？然后就什么东突厥帝国就新疆那边，然后那个福建帝国，然后再来是那个广东那边就自成一国这样，然后浙江、江苏那边就自成一国这样，旁边对，然后上海自成一国这样，对，然后就是分久必合，没错，然后那个地图很有趣的事情，他把台湾直接就是划掉，就是没有算在里面，没错，因为他在那个地图里面，台湾算是外国这样，对，我们是外国，毕竟走出来还是要走境外通道嘛。对，那走境外通道前要问一下，我要走哪边？对，走那边，你走境外通道你是境外这时候就境外了。那个海关是不是？犯了这个分裂国家的什么分裂国土啊，对，颠覆国家政权煽动什么呀？对，没错。哇，这个海关都完全就是按照事实的来。对啊，可是他这样就又会犯法，希望他一切安好啦。应该他们都很安好吧？因为毕竟他们知道事实的存在。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大学教授，山东的大学教授，然后他就讲到了有关这个分不分裂的问题。然后呢，他讲了一个大实话，在网络上传播，他就说，笑死了！你清朝下一个朝代是什么？下一个国家是什么？中华民国。对然后那个联合国席次一开始是谁？中华民国那个，请问一下，台澎金马是谁在管？中华民国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是从这边分裂出去？你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呢。真的有大学教授在讲真的学术研讨的时候讲出了这番话啦。所以就觉得想说，好像也没有。就是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能不能说，就像是这个游神活动当中一样，哪个地区人民敢做，哪个地区人民不敢做，或是可能当下的他们的生活周遭有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我就觉得一直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就会一直想到说，我们上次之前讨论的，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可能反抗或是维权，都只是仅仅的可能1/1000之类的，就是整个就会。想说那，因为我觉得福建这件事情对于网友来说，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的网友起来的论调，就是是不是到了起义的时候了？我们是不是该站出来了？因为毕竟上次我们访问到孟居大哥嘛，然后他不是也说，就是他其实在游历这些城市的时候，被旅游的那个当下，每一个城市的人民都在跟他诉苦嘛，就是在跟他讲说，他们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恨，然后这个恨呢，到底是要酝酿到什么程度才会变成核电厂啊，要变成核弹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希望我们届时还可以帮他们空投武器等等的。是，就是打空战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为什么那时候他们要告诉孟居大哥，可能就是要把这个讯息给润出来。对，所以觉得说他们其实心里面都就是甚至那个恨都已经化作了实质，他们想要开始来进行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已经是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维权已经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吗？他们感觉开始是要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正在铺梗中了，就是各种比如说游神活动，你看炮竹用的这么顺遂，对不对？直接炸过去就把警察给炸开了，感觉他们是在实验各种就是攻略跟模式这样。毕竟他们有很厉害的陆剧叫《延禧攻略》嘛，对不对？你是说这个宫斗剧也是他们铺梗的一环？是，大家平常多看，我们这边要学习来第几集？来，我们这边学到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对啊，孙子兵法什么？毕竟那时候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个某个电视台不是就轮播了这个《后宫甄嬛传》嘛，对不对？对。然后那个聊天室那边超级热闹我很喜欢。对啊，台湾人很棒。像是比如说弄到那个什么药物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这是黑暗荣耀对，各种那个谐音梗大起。没错，就各种的。我想说，搞不好他们其实一直都在铺梗。
就是这些宫斗剧都是他们内心中的恨，每一个恨形成了一种角色，就跟 MBTI 一样，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出现。我其实刚刚有想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当然，这都是乱想啦，毫无根据。但我觉得现场的警察他们被炮竹炮炸了一下之后散开走掉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依照我们去想象的共产党的样子，它其实没有算是非常强硬式的来对当地的人民去进行什么样的举措。你觉得他们在演戏吗？或许会不会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硬，就是他们可能上层交代了。然后我们去演个戏，做个样子，就想说啊，包围一下，包围一下，对，有层层警力 ，OK。然后我们也其实也不想做这件事情，毕竟大家归根结底都是中国人嘛。对他们也都是人民嘛，对，只是在服公职这样。对，所以如果有一天，如果连所谓的可能基层的警力啊，所谓的公安啊、警察，他们其实都整个醒来，他们也不想要助纣为虐的时候，那整件事情是不是就可以迎来了一个超大的翻盘之类的？你是说现在领最多薪水的军警力量，有一天翻过头来，直接抵抗了自己的？说不定军警力量里的钱也没有真的到那些最基层的军警身上。可能就只是上层的人都拿掉了，也是各种割韭菜。对啊，对啊。哇，刚刚那个是 say 梗吗？好像不小心 say 到的，真的哦，好厉害哦！怎么这么佩服自己啊？毕竟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韭菜大王的故事，是，因为毕竟这个中共就是镰刀标记嘛，镰刀大王。对，我想说，他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从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想好。我们要割韭菜了嘛？就是我们想怎么来怎么来。他们料想到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攻略就是要割各种韭菜，然后视人民如草芥这种感觉。没错，视血如命这样。对，连土地都要卖。哦，土地要怎么卖？死了都要卖。死了都。他说，然后那个他们的，你确定他们会开心？我们工作人员就说很久没听到了。是，我们要满足他们一下剪接的时候的感觉。他其实只有跟我讲这么一次啦，然后我就一直拿他当借口出来一直唱，这样。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对，死了都要卖。对啊，到底是谁死了都要卖？像那个村官员啊，就是他们这个村里的这个官员，如果要卖地的时候，就是他们把这个人民的土地，虽然他们本来就没有私有制，他们只有拥有地上物嘛，就是中国人民。可是呢，当这个村里官员，他们把这个村里，比如说当地的这些地呢，卖给这些民间企业的时候，感觉就是监守自盗，你不觉得吗？因为这些民间企业的监管机构是谁？他们自己人呢？对啊，那这些民间企业要上缴的这些税务，谁在弄？他们自己人呢？所以我卖土地卖给民间企业，其实是卖给谁？卖给这些政府官员呢？所以他其实他卖不只是就是他卖那个所谓的那个村官员，他卖给这个民营企业，不是只是要那一笔民营企业的钱而已，还有后续的税他都可以接着收。而且他搞不好就是想要把他在给自己做投资，没错，是吗？也就是说，他搞不好是要用这个来发财跟升官。毕竟他们是人治的社会嘛，每一个企业它上面都有可能，它每一个行业别可能都有相应的人在管理。对，他可能在书城，对，书城就是告诉说，你这个行业别哦，我捐了土地给你哦，这样。虽然那个本来就是国家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中共的土地嘛。那你做卖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像莫名其妙。然后卖地卖到现场的村民就是整个觉得不行，就是现场村民一个是觉得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告知过，然后第二就是这块地好像也不能直接说是那个村官员的，凭什么他就直接卖了这样子？是。然后所以现场的村民呢，而且我觉得看那个影片，就是他那个有影片流出来，然后那个影片我觉得比较令人难过的是，他那个影片里面的人看起来其实年纪都很大了，就是你在路上会看到的阿公阿嬷的那种形象然后就穿着。那他们很有活力吗？没有他们看起来非常疲惫，就感觉为了要就是这个赖以为生的土地，然后他们要据理力争，然后拿着自己的武器，也不能说是武器，就其实是他们自己赖以为生的工具。对。他们那个影片里面就是那些阿公阿嬷。然后他们就可能有拿着那个锄头啊，拿着镰刀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对着天空这样子举起来，就举在那边。
但因为那个我从上一支的那个上一个福建就很想讲，就是他们中国出来的影片，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是文化关系还是他们刻意的。总之他们就很喜欢配乐然后配乐完之后，我听不到那个现场真实的声音，是为了要把他们盖掉，是吗？搞不好是啊，如果按照阴谋论来说，就是他们的网管能够让这个所谓的网络影片直接飞出来，在网络上面被看到的时候，通常如果带有配乐的，就是要盖掉这些人民在讲什么，不是吗？对啊，对啊。然后要让，因为配乐可以让这个影片看起来很滑稽、很好笑，或者是有一种律动感之类的，让它去掩盖掉了实际上声音里面所蕴含的符号跟意义嘛。对啊。然后，所以那一只那个阿公阿嬷的那个，就他们有一些阿公阿嬷一群呐，然后就去到那一块被卖掉的土地，就那是一座山。那他们是要捍卫自己的就是农地吗？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是要捍卫那一块地。他们说那一块地是风水宝地，然后不可以直接这样被卖掉。我有点不大确定他们是有需要那个风水宝地。所以他们可能连祖坟都埋在那边，是不是？这就真的这就不知道。对。所以如果搞不好是这样的话，出来的消息也没有那么多。可能被封锁了大部分。然后他们就是一群人进了山里之后，然后拿着他们的工具，然后他们就是围着山就是走，他们变成一个巡逻队。然后就是为了防止人家，我们台湾叫守望相助队啦。对，但他们那个可能没有穿背心，他们是拿鋤头。然后台湾的守望相助队就是有那个荧光背心，你知道，一条一条的，然后有安全帽、口哨，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们有那个什么工作机就是有好几个厉害的村里，在台湾的话，他们守望相助队都蛮厉害的，就是他们会在晚上大概9点以后出来开始巡逻，所以那些在中国当地的这个阿公阿嬷们，他们的守望相助队也是这样吗？他们巡逻队也是这样吗？阿公阿嬷的巡逻队没有那个背心跟口哨，没有荧光背心，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也很没有没有像守望相助队。那他们有轮班吗？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他们有没有轮班，但他们看起来就是一大群人，因为那个山很大，是他们就一大群人这样走。然后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甚至为了要维护他们自己的那一块土地，他们还签了生死状。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跟谁签？就他们自己有签下那个生死状，出来的消息是这样子。但我就想说，就是他们就是一群阿公阿嬷，然后看起来没有，当然不是手无寸铁，对，然后手拿一堆破铜烂铁，也不是什么，你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还是什么突击队，是他们就是最平凡不过的农民。这时候韩国可能就会把它拍成公骂突击队。对，但他们看起来完全没有那个气势，他们就是很累。所以他们为了那个自己赖以为生的风水宝地，对，即便一大把年纪，都还要这样去维权的概念。然后手上的武器只有自己的生存工具好可怜哦。对啊，我觉得看那影片很心酸就是我觉得他跟刚刚福建抗暴的感觉不一样，他们是血性不同。对，是。阿公阿嬷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会觉得是我的人生倚仗的就是这个，那你们连这个都拿走，我要怎么办的概念，我也只能做我最后你看台湾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首长，如果不小心把自己这个就是市政府的这个土地卖太多的时候，他们的市民都会就是大声挞伐，然后呢大骂怎样？你是房地产市长吗？还是怎样？你是房仲市长吗？对不对？怎么可以？是不是？维尔平常也就是蛮骂的，是吧？是，但我就还好了，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原本要做社宅的土地怎么被你卖走了？是，对啊，就是这种概念。韭菜不止这一桩啦，然后就是像我们之前也有聊到的，他们的房子是不是也有年限，并不是我一买就有，就在我们大概第1集到第10集的时候，各位听友们，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我们那时候呢，在跟各位讲新闻故事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地上权的问题，就是这个呢，中国人民他们拥有的是房子的这个地上权，然后呢，一次只能用60年到70年，当你不小心过世，然后你要父传子，子传孙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就是继承的概念，你没有继承，那你要继承要怎么继承？我再花一笔钱再把它买一次。
再买个70年的概念，这叫做买这个地上权的使用权。这是不是也是割韭菜的一种？我其实蛮那个的，因为最近有一桩事情，所以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自始至终从一而终，从第一你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在租房子嘞，就是你就是一株草，就在租房子嘞。昆仑山上的小草，昆仑山上的小草。现在等一下，反正就是那个。你现在是跳题了吗？没有啦，反正还是我们要先开始呢？先按下去。刚刚讲到昆仑山上的小草，这个都是这是我们的一个 F 大事件。对我是觉得细节大家自己去查。F 大不是一个大学，对，我们也是没有那。但总之，我们想讨论就是这个。你代表中央政府吗？最近的台湾的那个中央立委呢，然后他们就率了一个访港团，去了香港，结果呢回来，这个我们的外交部长他就披露说，嘉龙兄，对，他爆料说这个立委啊访港团率领到香港之后呢，其实当中有一个他们访港团的团员在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抓了。然后因为什么原因被抓？他们好像说他有什么涉嫌什么25年前的什么诈欺犯罪，所以他是前科犯的，但那个问那个立委好像也不是很执行。那他们真的是同质性很高的一个访团但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一个是那个不太确定到底现在这个案件进行的怎么样。总之那个女生就是不见了。对。然后女生不见了之后呢，就是好像现在台湾交涉也是没有下文。但因为那个带出去的中央立委呢，本身是比较属于两岸和平派。两岸和平派的立委，可是他带出去的访港团的成员还是就直接被抓，被抓完了之后呢，没有下文，就是现在到底是要营救吗，还是怎么样？那到底两岸谈的怎么样？然后而且你刚刚讲说这个昆仑山上的这个小草，我是觉得这先暂停啦。这个 F 大的部分然后他不是就跟这个嘉龙部长直接说了就说你怎么可以爆这种料呢？应该下台。我想说奇怪，爆这个料怎么了？对不对？因为实际上这个台湾人被抓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不管是哪一个人民，你是吸着什么样的身份然后过去的，你只要入境那个就是中国的土地，然后台湾人被抓，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对啊，还记得我们上次访的就是孟居大哥嘛，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明明就是最主要的是人权受到迫害这件事情，那可是他把所谓的高度看在某一个很政治议题的那个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觉得他在避重就轻，他可能把这个重点放到了另外一个部分上面来看，我就觉得可能比较不必要。对。但的确，后续这件事情引起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去香港？我们去香港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没关系，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泽维尔的朋友就曾经入境香港的时候，只因为他的 WeChat 上面呢有一些家庭群组的部分，然后讨论了某一些政治议题，他就直接被遣返了。那就是直接带到小房间里面，然后直接讲说什么这样不可以什么什么之类的，为什么要谈论这个？你是什么身份？然后就把你调查光光的，然后半天之后就把你遣返。对。我就觉得说，如果连所谓的两岸和平派的团体当中都有可能去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还看不透里面到底发生，就是我们还不能。你确定他是两岸和平派？我是觉得啦，我们先这样子。是。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一般的台湾人去香港，我们的安全性我们能被保障多少？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就是觉得说，在近期内。就是都自己要注意啦，因为毕竟这个访路就是港版国安法，甚或是这个中国境内的各种国安法等等之类，或者是什么煽动啊、什么颠覆国家政权这些罪名，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上次孟居大哥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他随时是一个罪名可以把你扣上的。有一些维权或异议人士，他们其实走进监狱像在给他造咖，就是一个跟厨房进出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只因为他说了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现在是一言堂的时代，你如果反对国家等于反对中共，你反对中共就是不爱这个国家，就是他们各种就是三段论证法都没有论证完毕的时候，这个状况之下，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就觉得爱党就是爱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从小的教育都是如此。
对，我是觉得中国人民生活在这个铁幕里面，然后去接受一些错误的资讯，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唯一的一个执政党。等到真的你认识民主政治的时候，毕竟他们讲的中国是民主，外媒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投票率多少100%，得票率多少100%，哇，有100%得票率也是蛮厉害的。中国是民主这样，对，因为觉得毕竟对于台湾人而言，我们可能会去区分执政党跟在野党，可是我们不会说哪一个党，我们不会说民进党就可以代表台湾，或国民党就可以完全代表台湾之类的，是一部分选民的声音，对，可是它不能代表。那如果像德国那种大联合政府的时候，它不是多党政治嘛？但是在那个状况之下，每一个小党或者是每一个中型政党说自己代表德国，对，来跟我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定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哇，不得了那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多大的波澜跟多大不要，然后对，但刚刚讲到那个国安法的部分，港版国安法已经5年了耶，哇，真的耶，很久，而且感觉因此而抓了不少人。那时候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吧，就有报告指出来说，至少港版国安法以来呢，在囚的人数就已经上升到9200多人了。哇，真的很多而且当中就是所谓的民主派人士等等之类的，因为民主派全部覆没。不然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子，就是想要选举就选举，想要什么就什么，你只能出逃了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数字是他们说当中未审先求的就高达30%，快40%的人是未审先求。你不觉得他们的那个中共的那个所谓的法院都一样的这个步骤跟套路吗？就是孟居大哥也是对啊，就是我先把你就是安个一个奇奇妙妙的，也不算罪他还没有被定罪，可是就把你可以拘禁起来，关在小旅馆，关在小房间，然后关在哪边？指定居住什么？指定监视？指定居所？指定住所监视？好，我们回去看那一集。对，但是一个很可怕的，因为它等于就是幸好我们那时候听到的是幸好孟居大哥那一间房间还有窗户，他还可以大概知道日夜，而且不是只有中国境内这样他们的跨境镇压已经跨境这样到就是美国有地下中共法院他可以把你抓起来，然后关到美国的某一个饭店房间里面，就是一样的手法，然后也不算遣返，然后就把你直接带回中国。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他在世界各地都行使了这样所谓的地下审判、地下法院，然后跨境抓捕、跨境镇压，然后做这样的事情，只因为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最近的台湾人要小心，就是跟中国友好有引渡条款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台湾人被抓捕的国家。对，然后整个看起来仿佛好像很正当，但对啊，而且这个完全不能小看，尤其是有一些收了钱的网红，不管他表面上如何说自己没有收，但是他的言论看起来就是有收钱在讲话嘛。那他们如果说什么在外面说什么我们没有跨境镇压，我到哪个国家都很安全，我在中国境内也很安全，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要跟很多人交流，像最近有一些媒体采访的那个阿姨啊、叔叔啊，就是这些民众嘛，然后他们又透露一个讯息，就是为什么那个比如说那个阿姨口中就讲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多跟这个中国交流？台湾的政府或台湾的人民并没有说不跟中国交流嘛，而是说如何让两岸人民能够安全的交流。我讲安全的交流是说，为什么我一直讲说我们要追求中国的民主化？原因就在于，如果今天中国不民主化，他们的所有来台的，不管是中配也好，或者是中国人士在国外海内外也好，他们都一定拥有的政治任务是被写在他们的法律里面的，他们是被迫必须要去做政治任务的一个群体。对，那最近的美国国务院不是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是被奴役的，他们是被操弄的，他们是被灌输的，他们如果不这么做，他们自己生命财产会有危险，所以他们是不得不的选择。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正要做到交流的话，
那就真的像孟居大哥那时候备旅游那2年那样吧，亲自走到的是底层，我们去看看到底真实的中国是怎么样，而不是被中共的官方或者是伪光正，对，不是高大上宣传下来之后，我们去理解中国怎么样，而是真的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当然，前提是你有那个人身保障安全，虽然应该不太可能有，但就是真的看到真实的中国再去做交流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交流到了，真的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刚刚讲到了港版国安法，就是已经5年了，其实已经因为这个法律恶法的原因，然后抓捕了非常多的人。那其实在这个统治中国1世纪当中，这个我们讲的共产党这个幽灵呢，他血洗了中国的土地。没错，他血洗了中国的土地之后呢，他还拿了一大笔的钱要给他的运动员。对，我们已经来到最后这个运动员的部分。运动员拿了多少钱？运动员那个大家还记得谷爱凌吗？谷爱凌是谁？谷爱凌是她应该我觉得比较至少我认识她的时候是蛮红的，是2022年的奥运的时候，她的那个她是哪一国人？这个就很神奇了。她有一句名言。非常神奇，他就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哇，他好混乱哦。对，就跟某些我们看到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他会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觉得这样的这个国族认同是有点混乱的。对啊，所以谷爱凌也有这么混乱的这个国族认同。谷爱凌她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从中国去到美国的中国人。中籍美国人还是美籍中国人？美籍中国，我有点对耶，我有点不大确定是美籍中国人还是中籍中国人。但这个问题呢，不止我们2个有疑问，中国人也很有疑问。到底为什么谷爱凌连 ChatGPT 打进去谷爱凌，他都回答不出来？真的他回答不出来。你有试过吗？我有试过啊，我就这样，就是那个打字进去，然后 ChatGPT 就说，我能确定的是，谷爱凌曾经是美国人，然后也能确定的是，他声称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不能确定的是，他是美籍中国人还是中籍美国人。就是我们刚刚在绕口令的那个东西。说实话呢 ，ChatGPT 就讲出来了，帮大家解密了。OK， 好。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ChatGPT 不确定，我们也不知道。然后中国人非常有疑问，因为他最近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可他是一个外国人脸孔，对不对？对啊，他们最近一个最大的所谓的瓜。就是吃瓜的瓜就是他呢，没关系，台湾刚有博瓜瓜，他被爆出来，就是北京市的体育局，体育局吧，他们应该是叫局。北京市的体育局呢，他们在今年编列的预算当中呢，给体育的部分编了快2亿还是1点多亿的人民币，对，人民币是他们的体育预算当中4800万，要给谷爱凌。做他的什么体育训练经费，会不会太多了？很多耶！他是重点的体育选手吗？他能够拿这么多，代表他一定很厉害都是金牌。的确，那时候奥运的时候就拿2金吧，我记得拿2金可以拿到这么多钱呢，而且这个他比例超高重点是他这个4000多万是就是希望什么给了谷爱凌之后呢，然后什么把他培养起来，然后他接下来就要继续代表北京出战，然后目标要进到2026的奥运殿堂等等之类的。代表北京出战，所以他们的队伍叫中华北京吗？怎么会？还是会代表祖国出战啦。然后呢，那个他的重点是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打算要拨4800万，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拨了一款4700万的经费给他了。然后这件事情呢，是官方爆出来之后，民众发现之后，民众舆论沸腾啊！就是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报了这么多集的中国经济，就是我们从各种新闻资料旁敲侧击，知道中国经济下走嘛。然后没钱的没钱，政府要割韭菜的割韭菜呢，刚的村官员还要卖地，卖给民企，只为了升官之类的，各种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人民的生活非常的苦。他们根本没有钱，那时候拿到的薪水还有消费券的嘞。对，你就想象一下，只能在某间百货公司某个商场用的消费券是他们的薪水耶。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们出来之后呢，民众就
很沸腾嘛，沸腾完了之后呢，那个北京市体育局他就改口啊，就是改口说拨给优秀运动员这样，然后就名字拿掉了之后呢，拨给优秀运动员，相关的新闻也直接被覆盖掉。都被删掉，新闻都被删掉了，然后就这件事情就仿佛想要压下来这样子，压不下来啊。对啊，然后人民因为那个钱还是一样吧，还是那个人吧，还是谷爱凌拿吧，对啊。而且4800万，他们就讲说，我来对比一个概念给你看，说浙江省每年会安排5000万作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就是他有5000万给予他们那个省地区的，对。可是如果是浙江省这样一个大的省，花了5000万在学龄前的资金的话，那谷爱凌一个人就拿了4700万。各位听我们那个中国地图长这样然后浙江省、江苏、浙江嘛，然后中间这样分出来是上海。所以上海在这边的话，浙江在这个，觉得浙江是一个很接近上海市的地方。然后他花了5000万给学前，对，然后之后，所以人民就觉得很生气的说，现在大家都喊的是教育的经费不足，体育的教育的经费不足，医疗的经费不足，是的，至此之下，你却还是，毕竟他们的2级医院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你却还是4700万给了，然后马上就给这么多，等于是将近一个省份的学龄前的经费。直接给了一个体育选手，而且讲不出他不确定他的国籍，而且你越给越多，你2023年给了4700万，是2023、2024年的，他是要买他那一张脸吗？然后就是你2025年直接拨了一个4800，就是一整年就4800给他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到底你们要花钱买金牌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觉得中国这一次的事件有个很大的声音是，你们到底还要花那么大的钱去买这么多的，不花在民生，只关注自己在外交上有没有战狼了啊，体育上有没有金牌了啊，就是我的钱都拿来给你做面子用，对啊，金片有没有偷拿到了啊？对，没有错。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钱，可是他说，你如果要每一年的补助越给越多的话，那你所谓的经济应该也要是越来越好的状态，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对啊，才能拨补这么多款项吧。对，就是你现在发生了什么？经济往下走，然后你一个人拨4700，这样不是很奇怪？而且他们如果你是拨4700块，那就算了。你拨4700万是什么意思？真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最大的点就是，而且我们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中国人。对啊，他的双国籍到底解决了没？他是中籍美国人，还是美籍中国人？对，那他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还是他是美中混血儿。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我在中国就是中国人。属地概念，一出生就是美国人。之类的，一落地就是中国人，但是好像又没有放弃美国国籍，一个都不能少，这样子，一个土地都不能减。所以中国其实他们的想法是说，透过谷爱凌，他未来要并吞美国，这样的意思。他要成为中国最大的省份之类的，就是原来是这样，可能中国已经想好这一步了，是一个精神胜利的概念啦。用4700万买他那张脸，就等于买了美国的土地。一个精神胜利，他们可能也有实际在思考啊，说不定这谷爱凌会是样板。有，他们真的有在思考。那时候不是在那个就是拜登政府的时候，有官员就在那边讲说什么，有关于这个中国人去他们那边做那个就是出生地的概念，就是一出生一落地就成为美国人啊，所以他们就是为了夺取这个绿卡身份嘛，所以就在那边生产了，对不对？简称生产旅游。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其实所以为什么川普政府开始取消了就是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他们是有计划的来进行，所以我们不评论说这个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对，我觉得可能有在防堵就中国人去生产旅游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跟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政策有一点相挂钩，又好像不太挂钩，但好像有关联，又好像没有关联。就我们这好像就也只能观察，去等他的接下来怎么走。是。但谷爱凌这个人，我就是觉得蛮神奇的啦，连 ChatGPT 都这么诚实的回答了，很神奇的角色。而且他其实你要去细看他的新闻，他跟中国人的关系也没有到很好就是一定有支持他的粉丝啦，是，但也有很多中国人一体两面，不太满意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要干嘛？比如说他那时候在出战的期间，大量的使用 Instagram， 他大量使用 IG，然后中国人就会讲说，你怎么不用中国版的小红书呢？对，应该你是中国人，你怎么可以用 IG？ 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可以用 VPN？
我们国家的法律你就是不能用、他们的公安不是有跟那个外国人说什么？那个中国人民不能用 VPN 哦，只有外国人可以用。然后谷爱凌就回了网友一句话说他们就只问他说你怎么可以用 IG 嘛？就是中国人怎么可以用 IG？ 然后他就回答说大家都可以下载 VPN 呐。我想说这不是犯法的吗？你完全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别在他们伤口上撒盐，他们就是不能啊，就大家都只能跳出来啊。要叫他们唱勇敢。勇敢怎么唱？换你了，换你了，勇敢怎么唱？不要，这位人很喜口的。然后我就想说，哇，那。对啦，就是可能谷爱凌也是属于一个不太，就是她不是一个会顺的跟着大家走的，不会跟着感觉走。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也很神奇，就是她好像她跟中共关系仿佛很良好，但跟中国人的关系好像又没那么好。因为中共关系跟中国人民的关系本来就不一样啊，对啦，也不好，对啊，所以他可能是承袭了这个传统啦。因为中共一直都跟人民不好。对啊。然后就想说，那好啊，那就继续观察。反正，虽然这样讲，我是觉得那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金钱大量的被剥夺来作为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蛮难过的事情。但就是某方面来说，也是有点算是当那个八卦看啦。可是台湾的就是国家级选手，他们拿到这些什么国光奖金，都是要得牌嘛，才会拿到这么多钱呢。他们的最近的一次吧，就是12强的冠军战的时候，12强冠军战回来，他们28个选手总共是拿1亿9千多万，总共嘛，对不对？总共，对啊，一人大概700万。是，就感觉是一个很合理的范围。我们也真的是很荣光啦，对啊，就是我们很感激这些台湾英雄。没错，就不管是哪一个队伍，我们都要，因为毕竟是台湾人嘛，我们都会支持台湾人出去外面就是为国争光，对不对？让大家看到台湾这块金字招牌。对，对，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情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体育选手有被重视。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不够被重视，因为我们叫的名字就很莫名其妙，超级奇怪的。你知道所有的国际媒体都直接讲说台湾队，然后只有台湾自己的媒体会说中华队，对不对？我是觉得蛮奇妙的啦。不过要知道这么奇妙的这些结果，就是因为这是个历史的这个脉络嘛。从这个什么2758号决议，还有什么国际大赛方的要求，我知道有些转播媒体是因为国际大赛方的要求，什么之类的。那国际大赛方的要求不就是那个中共条款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民主化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台湾比较不会被欺压啊，没错。然后台湾人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对于他们的运动选手已经仿佛淡化了很多所谓的英雄色彩，在他们整个生活都已经不尽意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觉得啦，像最近他们的那个跳水选手全红婵是。他姓全吧？我应该没有念错。然后他最近也是一样，就是他们总不会还有艺名吧？他进了重点的，他们所谓的重点大学，然后人家就质疑说他只有小学学历，怎么可以进重点大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里我那时候就只有小学学历，不会啊，他们的领导人也是小学博士啊。我那时候就有点讶异，说对你们来说，他不是应该是一个很为国争光的国家英雄吗？你们怎么会这么的不开心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两岸对于运动员的态度真的很不一样。两岸对于人民的态度不止运动员很不一样，对于国家的认同也很不一样。所以呢，哪边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呢？我们可以在 SoundOn、Firstory、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跟 KKBOX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我们每个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行车平安，记得要常常舒压哦。我们下期见，拜拜。